咱们网友留言啊，让商哥赶紧看看老李啊，说他又要停更了。哎呀，真的是喜闻乐见啊！商哥一听这个消息啊，马不停蹄，赶紧去看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老李他自述啊，说自己这个身体原因啊，三高。咱不管他股票账户扛不扛得住啊，反正是身体先扛不住了。哎呀，你说他哪三高啊？它真正的三高啊是风险高啊、水分高，还有波动率高啊，这是它是真正的三高啊。我觉得老李说他身体三高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个咱们一个领先指标啊，真的。你看现在股票一大跌，老李身体先有反应，对不对？我真感觉老李啊，你以后不要公布你的什么持仓计划呀，因为你本身你也没什么计划，你不如把你的身体的这个三高指标啊给大家公布。如果哪一天啊发现你的身体三高两个灯已经亮了，那这个股票市场说不定已经开始走红灯了。我觉得这个比你买卖特斯拉或者是买卖 AMD 要好很多，真的。在这个你休假的所谓的休假这1个月当中啊，你不妨考虑一下商哥的这个建议啊，公开你身体的三高指标啊，给它作为一个老李三高指标啊 index。咱们网友也可以持续观察啊，会不会领先于大盘啊？这说不好。老李经常说他自己啊，这半年啊，他经常在直播里边说，我这个账户啊，常年跑赢大盘。我真的是，我这简直是胡说加八道。我觉得你的这个身体的三高指标，说不定能跑赢大盘啊。咱们基准的基线，你知道吗？从来咱们老李都没有公开它的这个净值曲线和这个 SP500 或者是 QQQ 进行这么样一个对标，没有，对吧？但是呢，你能出来讲说，我这个账户怎么跑赢大盘啊？你现在看，确实是你现在从你这个2024年7月份左右开仓，对吧？到现在50%多的这个盈利啊。那你和 QQQ 一比的话，确实是比 QQQ 领先0.几啊，这个确实是目前来看是，但是你要说你常年领先，怎么可能啊？大家都知道老李的这个重仓股，对吧？一个 AMD， 一个特斯拉。从这2024年7月份，其实从2024年开年那一年到2025年的6、7月份。这个 AMD 和特斯拉一直下跌所以说他为什么能把这2只股票加成重仓股，然后其他股票都是清仓，甚至就几股你说他买甲骨文只买了4只股，为什么？后面越涨越高，他不敢加了呀。老李的策略就是他妈的，他一直在跟大家讲高抛低吸，怎么高抛，怎么低吸，其实就是越跌越买跌到底，跌到他裤衩都没了，他也一直扛其实就2个字儿，死扛。你看他 AMD 和特斯拉这种典型的跑输大盘，跑输了能有1年零2个月，至少1年零2个月。那个时候他敢讲吗？根本他就不敢讲现在赶上了这个半导体爆发那 AMD 真正爆发是什么时候？从去年10月份这个特朗普开始吹这个英特尔的时候 ，AMD 跟着爆发起来，对不对？大家回过头来去看如果不是因为这半年的资本开支的这种狂吹狂涨这个 AMD 爆发个屁呀就老李的这个账户典型的跑输大盘，如果没有 AMD 的话，早他妈跑输大盘1年半以上跑输大盘。也就这半年能跑赢大盘那么一丢丢就是很多人都是他妈的结果论马后炮，现在跳出来说跑赢，这个叫什么呢？这就不叫投资能力，这个就叫死扛到底，赚了就吹。所以说商哥为什么说他死扛呢？那天美股大跌
大跌了5%，老李跑出来直播。我记得当时有粉丝问他诺基亚，然后老李怎么说？哎，这个诺基亚我不了解。商哥就笑了，就感觉你好歹你应该知道诺基亚3310吧？你怎么能不了解诺基亚呢？我真的是，哎呀，笑死我了！我真的是，就像商哥说的，大家如果研究这个 AI 领域啊，你不知道去看 Gartner 啊，你不知道看这种技术的前沿，你有必要炒这些股票吗？真的，我劝大家不。真的是你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干脆你就是买 QQQ 啊，这样的话还给你分担了风险。其实大家很显然去看一下 QQQ 的走势，对吧？第一，它波动率会比老李的波动率要低很多。第二呢，常年跑赢老李，对不对？你不需要担心啊。你从去年老李建仓7月中旬啊。你如果全仓直接 QQQ， 你到现在50%几，55%有了，对不对？啊，而且你是必然买，中间你根本不用看。大家还记得2022年那次吗？直接跑了能有2年半啊！咱们有粉丝给商哥留言啊，说是那个时候老李他因为带会员啊赔的太多，被人骂的不得已而退网，对不对？就本来老李可以每年拿个20-30万美金的这种流量费，但是呢，不干啊，贪得无厌，就觉得自己也了不起了啊，也学那个麦克，麦克是麦克啊，咱不知道是麦克看了老李还是老李看了麦克，反正他俩的会员体系啊大同小异啊，都是那种分3个档次，跟这个现在的 Cloud ChatGPT 差不多。也不知道是谁学谁啊，真的，这个会员体系出奇的一样，给大家先来个平民会员入门，然后一级一级割韭菜，然后是高级会员，然后是至尊会员，对不对？一级一级割韭菜啊，其实是什么呢？根本不懂技术啊，也不懂基本面啊，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了。啊，这不是我说啊，这咱们粉丝同学们说的啊，这收割粉丝对不对？当时的这个吃相啊，真的是太难看了，被大家骂，被他的粉丝骂，被他的会员骂啊，骂到他退网，然后而且不仅退网了，把他的这个会员视频基本上都删了，删的几乎是一干二净啊，真的是。你如果说你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赚钱啊，那你早晚有一天啊，会因为另一件事情而把你赚到的钱啊全部亏掉啊。这个事儿啊是典型的这种过山车。所以说像老李这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赚钱，却要随便给大家开会员啊，然后随便在他的这种视频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乱七八糟股票啊。像这种人啊，他如果是现在这种得到了这种现世报啊，这种报应啊，别怪商哥这个嘴比较狠啊，这种报应啊都算轻的。商哥曾经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说过啊，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老李的这种投资啊，他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策略和原则。只能靠死扛啊，所以说他今天赢钱啊靠运气，那明天的亏钱一定是必然的。他的这种带节奏的这种方式，那本质上就是在消耗咱们粉丝的这种本金，拿粉丝流量赚来的钱啊去补贴他在股票上亏的钱啊，他这种行为，你说他自己得3高，我觉得都是便宜他了，真的。你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给大家做心灵马杀鸡就好了。我觉得这确实是你的专长啊，给大家做按摩啊。咱们就是在股票大跌啊，或者是扛的这种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老李出来给大家做心灵马杀鸡。我觉得这个方向啊，既不有损大家的这种利益，然后呢你也能赚到钱
我觉得这就很 OK 了。所以说，商哥衷心的希望老李这次他身体能扛得住啊。毕竟啊，欺骗这个咱们粉丝呀，真的是要遭报应的，好吧？跟商哥看透，一键3连。